我的天，这奇瑞真的是反向虚标啊！这个油耗真的是挺有惊喜的。整个车身是比较灵活的，一个词儿，柔顺。今天的主角，奇瑞风云 A8 全网首试。当然了，这也是你目前能够看到最详细的风云 A8 抢先试驾。关于这一台车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它是目前首款搭载奇瑞第5代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混动车型啊。那这一台发动机最牛的地方在哪里呢？它的热效率超过了44.5%。就不夸张的说吧，放眼全球的话，这一台发动机它的热效率都是处于顶级水准的。那再加上这台车单档的混动变速箱，这样一套混合动力总成，它的性能、它的油耗以及它的驾驶体验表现到底怎么样？咱们实测走起。OK， 咱们第一个环节就是测性能。那这一台风云 A8 它的混动系统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单档变速箱，而且呢是2个电机都可以驱动的，一个是发电机比较大功率的是可以驱动的，还有另外一台驱动电机，这么一套动力总成。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性能实测到底是多少。然后官方说明这是一台7秒级的车子，然后0-100加速呢是7.6秒。那我都要看这个成绩到底有没有水分，实测是多少？切换到运动 ，OK， 准备开始。哇，开头了！哇，前段的推力感还是很明显的。这不知道大家镜头里面能不能明显看出来，就是起步的一瞬间，这一台车它甚至还有一点抬头的小动作，然后整个推背感还是挺猛的，电机的爆发很猛。说实话，我体感上这台车真的不慢，真的不慢。我们看一下成绩啊，我们用车牙测试出来的成绩，0-100加速7.09秒，我的天，这奇瑞真的是反向虚标啊！然后官方说7.6秒，结果第一次有轻轻松松跑出了7.09秒的成绩，而且现在的电池电量是78%。如果它的电池电量比如90%以上的话，我感觉很可能会进到6秒开头。这一台风云 A8 呢，他们官方说啊，亏电情况下，它的综合油耗可以做到4.2升每百公里。真的有这么低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的来测试一下。然后现在已经是加满油的状态，然后加满油，它的燃油行驶里程显示是1295公里。这台车 CLTC 的纯电续航是127公里。那这么算下来的话，按表显确实能够跑到1400公里啊。OK， 然后我们将车辆保电强制到 SOC 值30%，然后呢，驾驶模式是 HEV 经济模式。然后并且是乘坐3个人的情况下，我们先去跑100公里的高速路段，再跑50公里的市区路段，然后去看一看这台车它综合的实测油耗到底是多少。来，我们现在已经跑了95公里的高速啊，前面还有几公里下高速了。我们已经到给大家看一看这台车目前的表显油耗是多少。来，到这里，平均时速是89，我们是在100到110之间去巡航的。然后这个平均时速呢，89已经是比较高的，因为中间有隧道啊，还有你去上高速啊、拿卡啊这些东西会耽误一定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50公里的表显油耗。4.3升每百公里，这个你能想得到吗？反正我觉得是出乎我的意料啊！你想一想，3个人开空调，高速巡航，还是30%电量亏电状态下，对于插电混动车来说最不友好的场景下，这台车居然做到了表显4.3的油耗。如果真实油耗和表显比较接近的话，怎么样？牛不牛？然后待会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下高速，下高速之后我们会继续跑50公里的城郊路段，大概时速呢就是在60公里左右。
今天测油耗呢，确实已经测的是比较晚了。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小基里程，一共是跑了157.3公里，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是跑了57公里的，然后平均时速呢是58公里每小时。然后我们看一下最近50公里的油耗。时速60到70之间的城市道路话，目前最近50公里是3.7升每百公里。然后刚刚我们跑到其实最低的是到了3.3升每百公里，然后可能是下班堵车，然后他在给电池充电，然后现在油耗又上来这么一点。总体来说表现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油耗我觉得都是挺优秀的。现在我们就把这台车给加满油，然后根据它的行驶里程还有加油量来计算出这台车实测的综合路况下它的综合油耗到底多少。OK， 咱们的油耗测试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先说一下加油量是7.12升油，然后我们今天跑的总共里程是157.3公里。这样算下来的话，这台车的亏电油耗是4.5升每百公里。你要知道，我们是3个人乘坐，全程开空调，然后是跑了100公里的高速，再加50多公里的城市路段。这样的综合路况下，它的亏电油耗居然做到4.5升每百公里。我觉得这个油耗真的是挺有惊喜的，真的是挺有惊喜的。而且另外一点想要说明就是，这台第5代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它是可以吃操量的，是可以加92号汽油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整体的用车成本会更低一些了。OK，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明天跟大家去聊一聊这台车整体的动态表现到底怎么样。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开起来的整体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分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它的这一套动力总成，我很关注的一点就是这台发动机它的噪音控制怎么样。来，我们现在已经是 HEV 模式，大家听一下，其实发动机已经介入在工作了，能听到声音吗？听不见，真的听不见，对不对？然后我再大脚油门加速，是不是？我觉得这点就做了很惊喜。一般情况下，这种插电混动车，你看31%电了，就是亏电状态下，你一旦给这种地板油，你第一个会听见的是什么？是发动机的声音，越拉越高。但这台车我再加速，有没有？有没有？你发现没有？发动机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轻微，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发动机的噪音控制真的是相当不错。另外一点就是发动机介入，就这么说吧，我觉得这台发动机它的工作呢，其实就像是公司里面最实干的那个，我是在踏踏实实的干实事的，但是呢，我不会让老板知道。你正常开着，其实它发动机的介入和不介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已经在工作了，但是呢，你不会有明显体感或者声音上的变化。另外一点再说一说动力表现，刚刚我们测了0百加速，对吧？7秒。其实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是一台 2.0T 高功率的帕萨特这样的性能。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电机的扭矩爆发它要比油车来的更快一些，所以它的体感会更快一些。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台车在时速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它的动力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然后我们直接切换到运动模式，然后时速现在是80，来。我旁边有个车，我们就直接超它，好吧？来，3、2、1，地板油。看见没有？110。其实中段或者中后段，我这台车它的加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动力储备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点，就是悬挂表现还有操控。先说明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台车的后悬挂，怎么换成了扭力梁了呀？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聊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这台车后悬挂换成扭力梁，我感觉应该是2个方面考虑。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增加电池了，我需要给我的电池空间做一些物理上的变动，所以我换成扭力梁，我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控制成本。那这台车我们今天聊的时候，可能它的价格会放的比较有惊喜。那我用一个扭力梁，
成本更低，我给你的售价更低，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实际表现出来，整体的底盘的厚重感相比 2.0T 的2位8真的是一点都不差。因为你想想嘛，这台车下面是有一个比较重的电池压在下面的，那你整个车身的那种厚重感就出来了。然后操控表现，来我们做几个动作，很顺滑，很顺滑，一个词儿，柔顺。整个车身是比较灵活的。其实这台车舒适性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它柔顺的同时呢，你看还能给到你一些车身的灵活性。OK， 那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首先说性能啊，人家官方说了我的0-100加速7.6秒，结果随随便便一测来了个7.09秒啊。人家说我的亏电综合油耗4.2升每百公里啊，结果我3个人跑高速开空调的情况下，高速4个多油，城区3个多油。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奇瑞就是一个理工男，对吧？他就真的非常适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肉埋在饭里面啊。通过我们今天的测试也能够说明，这一套混动系统它确实能够做到兼顾非常不错的燃油经济，同时拥有一定的动力性能的。然后另外在整体的驾驶体验上面，这台车是偏舒适的，整个不管悬架的感受还是滤震的感受都是那种很柔和的，是属于顺手好开的类型。再加上这么大的空间，对吧？然后我觉得这台车综合的产品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这台车预计会在1月3号正式上市，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期待它上市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会不会给到我们更多的惊喜。